爱生气的人往往不是那些脾气最坏的人，恰恰相反，他们往往是那些心中最有秩序的人。你现在不妨闭上眼睛，回想一下最近一次让你怒不可遏的瞬间。在那股热血直冲脑门的时刻，在你的理智快要崩断的前一秒，你的脑海深处是不是都盘旋着一个极其相似的声音？那个声音哪怕没有说出口，却震耳欲聋。他在说，他不应该这样，这件事不应该发生，我不应该遭受这种待遇。这应该二字听起来是对生活合理的期待，是某种正直的坚守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稍微有点刺耳的真相，这两个字正是你痛苦的根源，是你给自己造的一座无形的牢笼。当你把应该当作丈量世界的唯一标尺时，你就不再是活在真实的世界里，而是活在你脑海中预设的那个完美的幻象中。一旦现实并没有按照你的剧本上演，一旦他人没有念出你为他写好的台词，你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失望，而是一种被背叛的愤怒。你会觉得全世界都在和你作对，仿佛只有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，孤独又悲壮。但佛家有云，诸法无我。这个世界原本就没有一个固定的为我所设定的剧本。你眼里的那些刁难，那些不顺，那些不可理喻，从来不是外界真的在针对你，而是你心里的那把尺子握得太紧了些。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，一个关于泥土的故事。在一个陶艺工作室里，新来了一位学徒，年轻人很有天赋，但他对自己极其苛刻，同时也对泥土有着近乎偏执的掌控欲。有一天，他试图制作一只完美的圆盘，他在脑海中已经构想好了这只盘子的模样，边缘要如满月般平滑，胎体要薄如蝉翼。他把泥料放在飞转的轮盘上，双手用力，试图将泥土逼进他脑海中的那个形状里。可那天的泥料偏偏不太顺滑，里面夹杂着些许粗砺的沙粒。每当他想要把边缘拉得极薄时，那些沙粒就会破坏完美的弧度，甚至让泥胎出现裂纹。年轻人的眉头越锁越紧，呼吸变得急促，他心里那个声音越来越大，这泥不应该这么粗，这轮盘不应该转得这么不稳，我不应该连个盘子都拉不好。每一次泥胎的坍塌都像是在嘲笑他的无能。最后在一次剧烈的震颤中，原本快要成型的盘子瞬间扭曲，变成了一堆废泥。年轻人愤怒地将那堆泥摔在地上，满脸通红，甚至想要踢翻轮盘。一直在一旁静静喝茶的师傅走了过来，他没有责备，只是弯腰捡起那团被摔在地上的泥，重新放回轮盘。师傅的手很轻，他没有强行去拉那个形状，而是顺着泥土的纹理，随着转盘的离心力，轻轻地扶着它。每当遇到粗砺的沙粒，他的手就微微放松，留出一点空间，让那颗沙粒成为器物表面自然的肌理，而不是去对抗它。没过多久，一个朴拙、厚实却充满生命力的陶碗在师傅手中诞生了。虽然它不是年轻人心中那个完美的满月，但它稳重、踏实，带着泥土本来的呼吸。师傅看着满头大汗的年轻人，轻轻说了一句：泥土有它自己的脾气，也有它今天的状态。你愤怒，是因为你只盯着脑子里那个应该有的盘子，却看不见手底下这团本来如是的泥。你是在和泥打架，赢不了的。这个故事像极了我们在生活中的处境，我们也常常像那个年轻的学徒，手里死死攥着一把应该的标尺，试图去丈量和修剪这个世界。我们不仅这样要求别人，也这样苛责自己。我自己也曾深深陷入这种应该的陷阱。记得有一次，我赶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讲座，为了不迟到，我特意提前了1个小时出门。然而那天高架桥上发生了一起罕见的连环追尾，车流完全停滞了。看着红色的尾灯连成一片，时间1分1秒流逝，
我的心跳开始加速，一股热血直冲脑门。那时候，我坐在驾驶座上，手紧紧抓着方向盘，关节泛白。我脑子里的弹幕疯狂刷屏：今天不该堵车的，前面那些司机怎么开车的，市政规划不该这么差，我作为一个守时的人，不应该迟到。愤怒让我的身体变得僵硬，胃部甚至开始痉挛。我就像那个试图强行拉坯的学徒，试图用意念去扭转现实的交通状况。直到那一刻，我透过后视镜看到了自己狰狞的表情，突然意识到堵车是当下的现实，而我的愤怒全部来自于我与现实的对抗。我在和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争辩它不该发生，这多么荒谬，又多么徒劳。心理学将这种思维称为非理性信念，而在东方智慧里，这就是典型的我执。佛印禅师与苏东坡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，很多人当笑话听，其实里面藏着极深的心理投射原理。苏东坡问佛印：你看我坐禅的样子像什么？佛印答：像尊佛。苏东坡大喜，反问佛印，见佛印不语，便揶揄道：我看你像堆牛粪。回家后，苏东坡得意地向苏小妹炫耀，苏小妹却一针见血地指出：佛印心中有佛，故见人皆佛；你心中有粪，故见人皆粪。这不仅仅是修养的高低，更是认知的投射。当你心中充满了应该的条条框框，你实际上是先在心里立起了一个我对的像，你拿着这个像去套身边的人，套发生的事。你觉得伴侣应该懂你的言外之意，所以当他一脸茫然时，你觉得被忽视，怒火中烧。你觉得孩子应该自觉学习，所以当他贪玩时，你觉得权威受损，焦虑暴躁。你觉得同事应该配合你的工作，所以当他推诿时，你觉得人心险恶。你看，所有的愤怒其实都是你在向世界索求一个完美。佛经讲诸法无我，意思就是事物的发展从来不是围着你的意志转的。你眼里的那些不顺，从来不是外界在故意刁难你，而是你把应该当成了绝对真理，你给事情贴上了对错好坏的标签，最后困住的只有你自己。更要紧的是，这种应该的执念像是一种慢性毒药，会悄悄啃噬你的心，你会变得越来越敏感。别人一句无心的话，你也要在心里过3遍筛子，琢磨他是不是不该这么说，是不是针对你。你会变得对自己极其苛刻，哪怕一点小小的失误，内心那个严厉的法官就会跳出来指责，我本该做到更好。久而久之，身边的人怕了你那捉摸不定的无名火，变得小心翼翼，而你也离那个真实放松的自己越来越远。佛说众生皆苦，苦在求不得。你求一个应该的世界，求不到便苦，求到了又怕失去，还是苦。那么我们该如何从这无边的苦海中解脱出来？解困的法子其实不在某个遥远的深山，也不需要你强行压抑情绪，把自己修成一块没有感情的石头。真正的修行是修得一颗春有百花秋有月的平常心。下一次当你感觉到胸口的火气开始上涌，当你想要脱口而出一句指责，或者想要狠狠摔门的时候，请试着做这样一个微小的心理动作，把那一瞬间的应该换成原来。不需要你去深呼吸，也不需要你去念经，就在那个当下，在心里轻轻问自己一句：这真的是应该的吗？还是只是我想的？当你在家看到满地狼藉，火气刚要冒头，试着对自己说：原来今天家里有些乱，而不是家里应该永远整洁。当你在工作中遇到同事的失误，试着对自己说：原来他现在的能力或状态只能做到这样，而不是他应该像我一样熟练。当你在路上遇到堵车，别去怨恨路况，试着对自己说：原来
现在的路况就是如此。当你把应该拿掉，你会发现愤怒失去了它的燃料，那个原本剑拔弩张的对抗关系，瞬间变成了一种观看的关系。就像此刻，你可以试着像觉察呼吸一样，觉察一下你心里的那些执念，想象一下那些应该就像天空中的云，有时候是乌云密布，有时候是电闪雷鸣。你不需要冲上天去把云赶走，也不需要因为下雨了就指责天空不应该下雨，生气了也无妨，就像天要下雨，雨下过了，云便散了，情绪来了，你接纳它，看着它，它便走了。关键是别让应该的执念把这一时阵雨变成了心里的洪灾。你要记得，这世界没有那么多该有的模样，只有它本来的模样。别人没有你剧本里该有的样子，只有他们自己本来的样子。允许饭煮糊，允许车晚点，允许人说错话，允许事情不顺，也允许自己偶尔没忍住脾气。日子没有那么多该与不该，只有如是如是。这泥土既然有沙粒，那便做一只粗陶碗又有何妨？愿你往后的日子，情绪来时不惧不留，事来则应，事去则静，在这纷扰世间，守住方寸之地的清凉。订阅我的频道，一步见山，见自己。